最近有朋友给我介绍了一款蜂蜜水所以让我对蜂蜜又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兴趣。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蜂蜜。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它不仅被称为大自然的黄金液体，而且在很多的文化当中被当作健康食物和药用的材料。但是你知道吗？有些蜂蜜可能是对健康有害的，有些人群食用蜂蜜还需要特别的小心接下来我们会深入的探讨哪些蜂蜜不宜吃，以及怎么样安全的使用蜂蜜，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健康益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为什么说蜂蜜它是健康的呢？因为蜂蜜含有天然的果糖和葡萄糖，与普通的白糖相比它还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可以帮助肠道健康的酶类以及一些纤维素。它还可以调节血糖适量的蜂蜜能够促进伤口愈合，舒缓喉咙疼痛医生在传统医学中用它来增强免疫力。那么蜂蜜和其他的糖类碳水化合物有什么区别呢？像普通的白糖和米饭它们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比较快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但是天然的蜂蜜中含有的酶它可以减缓这种血糖的上升。当然除了酶以外蜂蜜的糖分组成结构是另外一个原因。蜂蜜的果糖含量比较高，而且果糖较与葡萄糖相比它不会直接进入血液循环，引起血糖快速上升。那这里给大家的小窍门就是每天建议适量的蜂蜜摄入，不要超过1到2勺，也就是在25到30克之间，特别是血糖有问题的人。这蜂蜜的糖分它大部分是由40%的果糖和30%到35%的葡萄糖组成，还有少量的蔗糖和其他复杂的碳水化合物。那么果糖和葡萄糖有区别，果糖主要是通过肝脏代谢，它不直接参与血糖的循环，因此对血糖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也是有影响的。那么葡萄糖直接进入血液是引起血糖快速升高的主要成分蜂蜜里面大概有30%到35%的葡萄糖，有40%左右的果糖。那么为什么蜂蜜不会像普通糖那样迅速升高血糖呢？首先是因为它的果糖的比例比较高，果糖它不会直接刺激胰岛素分泌，它被缓慢代谢成肝糖原因此能够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第二就是活性酶的作用，蜂蜜它含有的酶如葡萄糖氧化酶，它能够帮助分解和代谢糖分，让葡萄糖缓慢释放到血液当中。所以它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就比较低，大概在45到60之间白糖和大米这些碳水化合物这个指数就比较高说明它对血糖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同时它还有微量的营养成分和纤维素。天然的生蜂蜜当中含有少量的纤维和矿物质，它有助于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虽然这个蜂蜜比白糖对血糖的影响比较慢，但它总糖含量还是很高的，每100克大概含有82克糖。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敏感的人群仍然需要限制入量。给大家小窍门就是和高纤维的食物像全麦面包、燕麦一起吃蜂蜜，这样的话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血糖波动的风险。那我们在吃哪些蜂蜜的时候要小心或者需要避免呢？第一是掺假的蜂蜜和人工蜂蜜，市场上很多廉价的蜂蜜是渗入糖浆或者人工甜味剂，完全不含天然酿造的成分。造假蜂蜜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查看标签，避开标有高果糖玉米糖浆或者葡萄糖添加剂的蜂蜜。另外叫避免是高加工的蜂蜜，有些超市中的蜂蜜它经过高温巴氏杀菌虽然延长了保质期，但会破坏其中的活性酶和营养成分。另外就是来自于污染地区的蜂蜜如果这个蜂蜜
采集的花粉来源受到农药或者重金属的污染，这种蜂蜜呢可能就带有毒素。所以呢，这里的小窍门就是优先选择有天然生蜂蜜raw honey 或者有机认证标志的产品。我这位做这个蜂蜜水的朋友他跑到30多个养蜂的地方在这个斐济专门去找这些有机的蜂蜜，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哪些人不能吃蜂蜜呢？首先是婴儿不能吃蜂蜜，特别是1岁以下的因为这个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孢子，这个婴儿的消化系统它不成熟它可能会造成中毒。第二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要慎吃蜂蜜我们刚才讲过，主要是要控制好剂量它还是比其他的糖和碳水化合物要好，但是要控制剂量。第三呢，就是对花粉和蜂产品过敏的人有些人他就对蜂蜜中的花粉或蜂胶这些成分过敏他吃了以后呢就会有过敏反应。当然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要小心了。那么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讲，我们怎么样吃蜂蜜又健康又安全呢？第一，就要避免高温食用蜂蜜。高温呢，它会破坏蜂蜜的活性酶和营养物质，建议用温水，不要超过40度来冲泡蜂蜜水。第二呢，就是蜂蜜和其他食物的搭配也很重要，搭配温水和柠檬水，这有助于清肠排毒加入酸奶、燕麦粥这些高纤维食物中呢，延缓糖的吸收，提高饱腹感。不太建议你把蜂蜜跟其他的高糖食品一起吃，像甜点蛋糕这肯定导致这个摄糖量过高所以给大家小窍门就是早晨空腹喝蜂蜜水，加上柠檬可以帮助清理肠胃，但一定要控制用量。总而言之蜂蜜是大自然的恩赐，但只有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健康作用。记住，优质天然蜂蜜才是健康的助手，而掺假的蜂蜜会对身体有害。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体验和高见，也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